洪武20年，胡惟庸案已近尾声。此时的京师宛如一座流血的地狱，索命的恶鬼便是名为提旗的锦衣卫。血流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朱元璋及时的暴怒了，他以锦衣卫非法凌虐为由，下令焚毁刑具，并将锦衣卫的囚犯送往刑部审理。锦衣卫也很冤，他们是君王干脏活时的黑手套，活干完了，手套也该丢了。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巧妙的时机把搜集到的证据呈上去，再用点巧妙的手段进行审理，最后巧妙地咬出皇帝心中的名字。如果不非法凌虐，胡党如何能斩尽杀绝？要是没有阎王撑腰，又有哪个小鬼敢去非法凌虐？然而为了平息众怒，朱元璋扔掉他们毫不留情，一张一弛，一拉一扯，这就是帝王学中顶级的御下术。锦衣卫什么脏活累活都干，上到护卫皇帝，随军出征，下到抽盘说客，看守陵寝，没事还维护一下首都治安。当然，最臭名昭著的职能是监察和司法。自古以来，监察和司法一直就是文官的活。对皇帝而言，士大夫群体既是辅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伙伴，也是制约自己的另一利益团体。一旦产生局域，文人很容易拧成一股绳，走向皇权的对立面。驯服桀骜的文人，皇帝常用的办法有2个，一个是利用士大夫文人相亲的弱点，制造矛盾，皇帝居间利用，左右逢源；一个是组织另一个力量，抗衡士大夫。这样一支独立于文官士大夫群体，只听命于皇帝的监察力量，在唐代叫厉景门，宋代叫皇城司察室，在庆余年里叫监察院，在明朝就叫锦衣卫。但这种核武器不能轻易使用，要维持其高效运转，有2个要求：一是尽可能不与监察对象有私交，二是要隐藏起来。正所谓没打出去的拳头最吓人，核武器只有放在发射架上的时候才最有威慑力。朱棣以藩王起兵即位，本位不正，总猜疑朝臣对自己怀有二心，于是他启用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。一度被朱元璋废弃的锦衣典狱又重新出现。纪纲是一个很擅长揣摩主上心意的家伙，最擅长的就是不择手段把事办成，因此颇获朱棣信任。纪纲率领锦衣卫日夜刺查臣民阴事，恐怖风气宛如明初。纪纲也一时权势滔天，哪怕是与朱棣一起打天下的陈国公朱能也不得不避让。只不过人一旦得意忘形，就容易倒霉。当时有一场射流比赛，纪纲想学一学秦朝的赵高，来一场射箭板指鹿为马。他对锦衣卫镇抚庞英说：“我故意射不准，你把柳枝折下来，大声呼喊说我射中了，看看众人有没有赶出来纠正的。”果然在场之人无一个敢出面纠正。纪纲看着眼前唯唯诺诺的众人，感到飘飘然了。然而这只蠢狐狸忘记看向身后，最终纪纲因暴虐不法，滥行权势被弹劾处死。在纪纲奉献了自己的脑袋之后，锦衣卫气焰中消，行事规规矩矩。他们不动，文官们也不敢乱动。朱棣看着温驯的朝廷，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有纪有纲。然而有人坏了这个规矩，那人便是明英宗朱祁镇。翻阅《明实录》可知，在朱元璋之后，英宗之前，锦衣卫监察百官不法行为的势力非常少，唯独到了英宗一朝，他们的出境率几乎是翻了几番。核武器成了常规武器，这和明英宗的经历息息相关。朱祁镇曾在蒙古留学，也曾被软禁南宫。复辟之后，他的左边是夺门之变的功臣集团，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，一个文臣，一个武将，一个宦官，个个心怀鬼胎。右边是当年抛弃自己拥立景泰帝的官僚集团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他唯一信赖的就是锦衣卫。石亨、曹吉祥等人夺门成功后，势力迅速扩充，引来朱祁镇的猜忌。锦衣卫陆皋、门达应运而生。天顺5年，英宗与夺门权臣间的矛盾最终激化，陆皋死于曹吉祥养子曹钦发动的叛乱，门达接手。门达用事期间，锦衣校尉所到之处，如同恶犬扑食，总要咬出几个坏人，朝廷上下无不畏惧。群臣越萎靡，英宗就越有安全感。这个时候，令人血冷的袁彬案就发生了。在土木堡被掳后，校尉袁彬始终陪伴在英宗身边，朱祁镇视他如骨肉，有要求无不答应。门达掌权后，唯有内阁李贤与指挥袁彬2人不去亲近他。
于是他准备罗织罪名，害死袁彬。在门达的构陷之下，袁彬被下镇抚司拷问。按理朱祁镇多少应该袒护袁彬才对，但在英宗眼里，保证锦衣卫抓人的权利才是第一要务。更何况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发动，就再难停下，除非你有洪武永乐的手腕。朱祁镇显然不是这块料。天顺年间，锦衣卫迎来他的黄金年代，然而登上山顶就意味着下坡，文官开始反击了。弘治15年，海西女真入京朝贡，路上遭到蒙古部众劫杀，宁远备御都指挥张天祥等率军救援，斩敌手38级。不料张天祥的仇人突然跳出来，伪造了一份文书，说张天祥杀的是无辜百姓，是冒功骗赏。明廷于是派大理寺左少卿吴一贯、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杨玉前往调查。派遣的人很讲究，一文一武。吴一贯等草率调查后，认定张天祥杀民冒功一事成立。张天祥不久死于狱中。张天祥的叔父张宏不服，多次上书称冤。孝宗于是派出东厂前往辽东秘密调查，结果查出了猫腻。吴一贯甚至没有到过现场。随后孝宗问起张天祥一案，名臣刘建称此事法司已有定论。孝宗拿出东厂的调查报告，指出当时缺乏证据，吴一贯甚至不曾亲到案发现场，全凭猜测断案。刘建依然嘴硬，他说此事情已经法司勘问，皆公卿士大夫，言足取信。言下之意，东厂算什么东西，没资格质疑法司结论。阁臣李东阳进一步表示，士大夫未必可尽信，但可信者多，10个里面也就1、2个不可信而已。一个简单的案件，却先扣上一个帽子，不信文官的定论，就是不信任整个士大夫群体。此案在孝宗的坚持下，最终以吴一贯贬官，张天祥父子或平反结束。但张天祥是否冤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刘建等人的态度。士大夫自称国之股肱，对待张天祥一案本应以事实为依据，然而刘建、李东阳等所谓忠心名臣的态度却是一味偏袒士大夫。刘建、李东阳等人号称一代名臣，尚且如此党同伐异，遑论他人。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，锦衣卫呢？不是还派了个锦衣卫去调查吗？在张天祥一案中，锦衣卫杨玉奉命与吴一贯一起前往调查。事后孝宗预审时，杨玉称臣5人，不知书不知律，唯一贯是从，唯唯诺诺只敢听从，哪有半点前辈的嚣张气焰。孝宗大怒，将杨玉连降5级，发配云南。然而由于文武地位逆转，武官们附庸风雅，向士大夫靠拢已成风气，哪怕孝宗用贬谪杨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也扭转不过这个风气。当屠刀失了锋锐，屠夫就要考虑换一把了。明宪宗成化年间，以前鲜见于史料的东厂一时间频繁出现。作为一个独立于外廷的监察机构，东厂明显比锦衣卫更为适合。而锦衣卫的内部也悄悄发生了变化。明代官场分为文武2块，文官科举，武官世袭。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，是一个封闭的圈子。随着一项制度的推行，这个封闭的圈子被打破了，这就是文臣英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文臣如果对社稷有大功劳，他的子孙可以获得出任武职的机会，这里的武职就是锦衣卫，毕竟锦衣卫属于皇室禁卫，地位优渥。内阁大臣、地方督府都想为子孙寻个好出路，尤其嘉靖、隆庆、万历3朝，几任阁臣都热衷于为子孙谋求武职。严嵩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都为儿孙们争取到了当锦衣卫的机会。到了晚明，大批士大夫子弟成为锦衣卫，朱元璋和朱棣都防火防盗防锦衣卫与外廷交往，结果到了最后，人家直接从内部下手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样的锦衣卫究竟是皇帝的亲信，还是士大夫的附属？万历时期，留守有任锦衣卫掌印官，靠的是他的爷爷兵部尚书刘天和。锦衣卫军官本该射箭骑马，可他不一样，从小就游走于公卿之间。梅国珍是他表兄弟，张居正是他熟人，王士珍、王世茂是他死党。即便身为锦衣卫，可是情商不能忘，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，能送人情就送人情。即便是张居正死后，他依然高枕无忧，掌权20年得善终。
还有兵部尚书张学言的孙子锦衣卫指挥张茂忠，在天启朝的党争中，张茂忠与东林党人合作，共击阉党，结果被崔成秀打入东林朋党路。身为皇室禁卫，被卷入外廷党争之中，算是锦衣卫的一朵奇葩了。文臣英武不但没有改变锦衣卫滥杀嗜杀的暴戾之气，反倒是把文臣的一堆毛病带进了锦衣卫，贪腐、党争、懦弱，就如同晚明浑浊的政治环境。明朝覆灭之后，世上便没有锦衣卫了。但是从明末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说法：明王与场卫。当然史书都是由世人写作的，美化文臣、贬低武人是常有之事。从头到尾，锦衣卫都是皇帝的工具人罢了，一个监视外廷官僚的工具，恐怕背不起明王的大锅。除此之外，明王的说法还有很多：明王与党争、小兵和妻、流寇，还有把锅甩给某个具体的皇帝，比如嘉靖、万历、崇祯。每个观点都有合理性，但都不足以概括全部的原因。世上每一个群体都有其欠缺的地方，皇帝有皇帝的毛病，世人有世人的缺点，场卫也有场卫的坏处。当大部分人都开始逃避自己的职责的时候，当皇帝不协调各方，总理朝政的时候，当世人不知直谏，只知党争的时候，当场卫不履行监察职责，而沦为党争工具的时候，当武人不专心备战，只知攫取利益的时候，每个群体都不在其该在的位置，这国家便该亡。